这只小鸟突然飞到30层楼高的阳台上，四下观察一圈，发现屋子里没人后，竟转身叼来树枝，把这家仅有的阳台给霸占了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这只长相奇怪的小鸟是八哥鸟，由于他的妻子预产期即将到来，一大早便开始为妻子寻找合适的产房。他一眼就相中了这个高楼层的风水宝地，二话没说就开始搬运树枝搭建产房，着急忙慌的生怕房主发现会赶他走似的。其实善良的房主早就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，但并没有把他赶走的想法，反而还热情的把阳台让出来给他安家。在察觉到房主对自己并无恶意后，八哥开始更加卖力的往里面雕树枝来装修新房子，时不时的还会向屋内探头表达感谢。但这间阳台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，小家伙叼着树枝进进出出忙活了一上午，也仅仅是用枯枝烂叶将地面铺满了而已。接着便迫不及待带妻子来参观自己辛勤劳动的杰作，表示当初娶你过门承诺的大房子终于兑现了。鸟妈显然对这个产房很是满意，接着也加入到建设新家的工作当中。为了让自己的产房更加的舒适惬意，鸟妈还叼来了一些翠绿的树枝作为点缀，最后满意的坐下来试了试感觉，随即鸟夫妻就开始了繁衍后代的使命。几天后，鸟妈妈顺利产下一枚鸟蛋。看到这里，我才发现鸟蛋是蓝色的。那么你们之前知道八哥的鸟蛋是蓝色的吗？夫妻俩望着他们爱情的结晶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鸟窝里又多了2枚鸟蛋。现在鸟妈妈必须一天24小时趴在窝里孵化，在此期间，鸟爸就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，不仅每天频繁外出为妻子寻找食物，甚至还要经常叼来干草树枝为鸟窝加固温暖，生怕妻子会冻着饿着。尽管每天都要起早贪黑，非常的辛苦，但依旧每天任劳任怨，满心欢喜照顾着妻子的生活起居。不得不说，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就这样，在鸟夫妻长达半个月的努力后，小幼鸟们接连破壳而出。不过令人遗憾的是，其中一只幼鸟刚出生就已经没了呼吸。好心的屋主发现后，主动承担起了监护责任。自那之后，经常会过来观察八哥一家的情况，偶尔还会送来一些食物给鸟夫妻享用。刚出生的小幼鸟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就开始张着嘴巴朝着爸爸妈妈要吃的，现在一下子多了2张嘴吃饭。鸟夫妻为了孩子们能健康茁壮的成长，开始一天24小时轮流交替外出觅食。可尽管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，累得直喘气，但小幼鸟们还总是叽叽喳喳的吵着吃不饱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过得十分的惬意。睡醒了就张着大嘴叽叽喳喳吵着要吃的，像极了人类幼崽无节制的向父母索取。而作为父母，总会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，即使再苦再累也从没有一句怨言。就这样，在鸟夫妻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幼鸟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化，不仅长出了丰满的羽毛，就连模样也变得愈发好看，和父母越来越像。房主见此情形，也意识到要到了分别的时候了。现在小家伙们每天都会重复练习扇动翅膀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飞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而今天终于到了他们该展翅高飞的日子了。耐不住寂寞的2只小八哥不断地向窗外探出脑袋，一看才发现自己身处几十米高的30层楼。胆小的他们立即被吓得始终不敢迈出一步。鸟夫妻见状，只好不停在外面飞翔，给孩子做示范。他们明白孩子们终有要独立的一天，即使再难也要勇敢地踏出这艰难的第一步。最终在鸟父母不断的鼓励和安慰下，2只幼鸟终于突破了内心的防线，勇敢飞向天空，从此海阔天高任鸟飞。此时让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，原本离开的鸟夫妻居然携手飞了回来，站在阳台上一脸感激地望着房主，感谢房主这段时间的包容与照顾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来年我们还来你家阳台生娃吧。最后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平安幸福。这大概是浣熊妈妈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，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类一个个夹走，而作为母亲的她却只能干看着无能为力。此时她的心都快要碎了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房主最近总能听到天花板上传来异响，于是特地请来了小姐姐帮忙查看情况。经验丰富的小姐姐首先想要上房顶查看，她非常肯定问题就出在那里。果不其然，在屋顶上发现了一个大洞，而里面的场景更是让人大吃一惊。原本房顶天花板之间的保温泡沫层，现在愣是被什么挖掘出了一条通道。随着手电筒的照射，竟发现一只浣熊躲在最深处，正警惕地打量着眼前陌生的人类。显然这一切破坏都是这个小家伙搞的。可浣熊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对此小姐姐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。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是否正确，小姐姐开始拿着工具在泡沫堆里翻找，果然发现里面藏着一窝幼崽。原来这只浣熊是一位母亲，作为妈妈的她想给孩子寻找一个安全舒适的家，而这座房子的保温层显然就是最理想的住处。为此她不惜破坏了房主的屋顶。可惜她刚搬进新家，还没住上几天，就被房主发现并找来小姐姐给他们一窝端了。小姐姐前前后后一共家出4只幼崽，这些小家伙们的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丑萌丑萌，看着像是一只小老鼠似的。浣熊妈妈无助地看着孩子们被人类挨个装进袋子里，而作为母亲的她此时却只能干看着无能为力。只见小姐姐将幼崽打包好后就下了楼梯，丝毫不管浣熊妈妈失去幼崽的悲伤心情，因为她知道浣熊妈妈一定不会独自离开。作为母亲的她不会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孩子。
果然，当小姐姐带着幼崽重新爬上屋顶时，发现浣熊妈妈已经从洞口钻了出来，正焦急地在房顶上到处乱窜。小姐姐见状，立即拿着幼崽追了上去，大声呼唤着表示要把孩子还给她。随即，小姐姐将幼崽放下并后退了一段距离。浣熊妈妈愣在原地，有些不敢相信，又有些害怕是人类布置的陷阱。原地挣扎了一会儿后，为了孩子，还是鼓起了勇气。只见她迅速跑上前叼起幼崽，发现没事后转身就跑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接到幼崽的浣熊妈妈并没有立即跑远，而是带着孩子一直在房顶徘徊，久久不肯离去。之后躲在柱子后，一脸担忧地望着小姐姐，似乎在询问她的其他孩子哪去了。当小姐姐示意会将其他幼崽都还给她后，浣熊妈妈这才放心地叼着幼崽顺着墙壁爬了下去。只见她顺着院子里的篱笆墙一路小跑，看样子是打算去后面的树林里重新找个地方安家。趁浣熊妈妈离开的功夫，小姐姐的父亲准备将屋顶上的洞口封起来，避免浣熊妈妈回来后会再次钻进去。很快洞口便被封堵得严严实实。至于浣熊妈妈剩下的那3只幼崽，小姐姐则从车上拿来一个白色的大箱子，一路提着箱子再次爬到了房顶上。由于担心房子会被大风吹跑，小姐姐还特意用螺丝钉加固了一下，又贴心的在箱底铺了一层衣服保温，接着才将剩余的幼崽从袋子里拿了出来。这个阶段正是他们最需要妈妈的时候，离开妈妈这么久，让他们变得有点躁动不安。此时正不停的大声叫唤呼喊着自己的妈妈。小姐姐将他们一只只放进箱子里，做完一切后又跑下去接了个电源，贴心的为3小只准备了电加热，并调试了合适的温度，确保幼崽在等待浣熊妈妈的这段时间不会被冻到。虽然自从浣熊妈带着第1只幼崽离开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但小姐姐仍坚信浣熊妈妈会回来接走她的幼崽，因为同为母亲的她很了解孩子对于一位母亲的重要性，不管什么危险，妈妈永远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孩子。2个小时后，浣熊妈妈终于再次来到房顶，应该是这段时间已经找好了新的安身之所。望着幼崽们安然无恙，浣熊妈悬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，同时对人类更是多了一份信任。最终，浣熊妈妈又来回跑了好几趟接幼崽，可当接到最后1只幼崽的时候，浣熊妈妈并没有着急离开，而是突然停下，深情地望着小姐姐，似乎在向眼前的人类表达最真挚的感谢。接着才带着孩子依依不舍转身离去。望着最后1只幼崽也被安全带走后，小姐姐也终于是松了口气，希望浣熊妈妈可以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新家，今后和她的孩子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。最后祝愿全天下每一个生命都会被温柔以待。一只光秃秃的雏鸟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附近还有几只野猫正虎视眈眈。好在此时一位爬山的小哥发现了它，可怜的幼鸟弯着后背，像是一只秃鹫，脖子上还有着一处奇怪的伤口。此时小哥也发现了附近成群的野猫，意识到自己再晚来1分钟的话，这只小鸟可能就成为野猫们的盘中之餐了。心生怜悯的小哥将它带回了家中，用棉球沾了点药水，对小鸟的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，试图挽救这个可怜的小生命，顺便养大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鸟。幸运的是，小鸟虽然脖子受伤，但还是有活动的能力，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。尽管幼小的身体不停地颤抖，看起来非常虚弱，但它依旧努力挣扎着吞咽食物。小哥看得出来，它非常的想要活下去，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将它养活，深知离开妈妈的小鸟肯定会很孤独。于是小哥特意为它准备了一个玩具小熊作伴。小鸟吃饱喝足后，就依偎在小熊怀里沉沉睡去，仿佛找到了温暖的庇护所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哥就像老父亲一样细心照顾着它，基本每隔2-3个小时就要喂食一次，甚至就连开车的时候都要将小鸟带在身边，生怕耽误了喂食的时间。在小哥每天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小鸟的伤口肉眼可见有了好转，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。这表明小家伙生存下来是没有问题了。小哥很欣慰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同时也很期待它长大后的模样。短短几天后，小鸟的翅膀上长出黑色的羽管，嘴巴也越来越红润，看起来丑萌丑萌的，但却依然无法确定它是什么品种的鸟。不过小家伙现在的饭量是越来越大了。很快，它的翅尖上长出了一些绿色的羽毛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身上那绿色羽毛变得愈发鲜艳。每天不是趴在小哥的手里撒娇卖萌，就是因为在玩具小熊身上，它似乎把小哥当成了妈妈，把玩具小熊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小家伙可谓是一天一个模样，从当初的丑小鸭变得越来越漂亮，性格特别的温顺乖巧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但不怕人，还特别亲人。小哥的家人都非常喜欢这只小可爱，时不时就会逗逗它，与它互动。小家伙的到来给这个家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。每当小哥伸手时，它都会迫不及待地往小哥手里钻，一脸享受地任由着小哥抚摸自己。随着小家伙的羽毛日益丰满，全身上下都被漂亮的绿色羽毛覆盖，犹如穿了一件漂亮的外衣，已经可以清晰看出是一只非常绚丽的鹦鹉。尽管外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他对小哥的爱都始终没变，每天就像个小跟屁虫一样黏着小哥，一分一秒都不想和小哥分开，对小哥的话更是言听计从。对于从小没有母亲照顾的他而言，小哥在他心中就是再生父母般的存在，让他感受到了不曾消失过的爱与温暖。小哥也没想到，当初善意救下的那只丑小鸭，
摇身一变成为了如此漂亮的鹦鹉，内心直呼捡到了宝。对于小哥来说，亲手养大一只鹦鹉是件很有趣的事，既让他体验了一把做父母的感觉，又给原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因此，小哥对他是百般的宠溺，不仅给小家伙买了个豪华的大笼子，还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具给他玩。小家伙拥有着超高的智商，不管什么玩具，只要看一遍就立即手到擒来。小哥甚至每次出门都会带上他一起，简直把这个小家伙给宠上了天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们早已经把彼此当成了最亲密的家人。不过到最后，我还是没有看出来，这个可爱漂亮的鹦鹉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？老人的院子里来了位不速之客，一只狐狸正泪眼婆娑望着老爷爷，眼泪汪汪的哭着请求人类帮帮他。通常狐狸都天生警惕，不喜欢接近人类，但这只狐狸的行为却明显违反了常态。老人从他那紧张到止不住颤抖的身体，以及眼神里的那一抹深深的无助与绝望，意识到这只狐狸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于是跟着狐狸来到不远处的一处菜地里。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只幼小的狐狸宝宝，被绳子死死缠住，动弹不得。原来刚才那只狐狸是一位母亲，在察觉到孩子遇到危险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，狐狸妈妈不得不冒险去寻求人类的帮助。老人戴上手套准备对小狐狸展开救助，可小家伙并不知道老人是来救他的，奶凶奶凶的朝着老人哈气。小狐狸的胳膊被绳子绕了好几圈，随着他不停的挣扎，绳子也越缠越紧，加上之前试图挣脱绳子的举动，导致他的胳膊已经被勒出伤痕。好在小狐狸力气小，比较好控制。老人一手轻轻固定小狐狸的身体，另一只手则拿着剪刀实施救援。别看小家伙身体小，但脾气却大得很。或许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人类，害怕的不停挣扎着，想要保护好自己。最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，总算是将小狐狸从绳索中解救了出来。可尽管整个过程已经很小心了，但小狐狸的胳膊上还是被勒出一道伤痕，而且骨头看着似乎也出了点问题。老人知道这种情况无法将它送还给狐狸妈妈，于是便带着小狐狸去了附近的动物医院。经过医生详细的检查，发现小狐狸胳膊受伤的位置明显肿胀了起来，并且前腿还轻微的骨折，需要留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和观察。于是老人暂时将小狐狸留在了医院里，等到它完全康复后再接回去放生自然。然而让老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小狐狸住院治疗的期间，狐狸妈妈居然再一次找上了门，发现老人不在家，就乖乖在门外等候。之后每天都会来老人家溜达一圈，抬着脑袋询问他的孩子去了哪里。看得出来他很想念，也很担心自己的宝宝。当老人告诉狐狸妈妈他的孩子很安全，不久后你们就能母子重逢时，狐狸妈妈像听懂了一样开心的笑了起来，无比高兴的在老人脚边打起了滚，似乎是在感谢老爷爷的救命之恩。之后隔三差五，狐狸妈妈就会来找老人玩耍互动，久而久之，老人和狐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因为狐狸妈妈每日的探访，让老人的晚年生活不再那么孤单无趣，这是狐狸妈妈变相的报恩方式。怪不得人们都说狐狸通人性呢，没想到小小的狐狸也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。只要你对它有所善意，它就会一直铭记于心，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去报答这段恩情。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呀。大叔在山上意外发现5只不明幼崽，它们光溜溜的身体看着有点像是小老鼠，从干瘪的腹部来看，应该很久没进食了。大叔猜测它们的母亲应该不幸遭遇了意外，于是心生怜悯，决定将它们带回家养大，顺便满足一下好奇心，看看它们到底是个什么动物。几个小家伙挤在一起，嘤嘤嘤的叫着，其中2只体型瘦小的幼崽引起了大叔的注意，随后便将这2只幼崽单独拎了出来，准备给予他们俩特殊的喂养照顾，因为他们本就虚弱，照顾不当的话很容易提前夭折。只见大叔小心翼翼将幼崽捧在手心，并不断的哈气，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温暖。害怕他们会冻着，还特意制作了一块小型棉被，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观察一下他们的状况，随后又马不停蹄的为他们准备了牛奶。担心温度太高可能会烫伤小家伙，喂食前还贴心的在手背上测试了一下温度。早已饥肠辘辘的小家伙在嗅到奶香味后，便毫不客气抱着针管狼吞虎咽喝了起来。或许是奶水太过香甜，小家伙一边吃一边激动的用爪子不停的向前使劲。此时他幸福的像是回到了妈妈的怀抱中，没一会儿干瘪的肚子就变得圆滚滚起来。大叔担心小家伙吃的太多会消化不良，于是温柔的用手指帮他按摩圆滚滚的肚子。不得不说，大叔对他们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，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称职的超级奶爸。可尽管大叔对他们已经百般呵护了，但10天后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其中一只幼崽奄奄一息，蜷缩着身体失去了活力，他已经连续2天没有进食了，就连平时最爱的牛奶都无法让他提起兴趣。大叔心疼的将小家伙捧在手心，原本安静的小家伙突然努力的朝大叔摆了几下手，或许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用尽全身力气在和大叔做着最后的告别，感谢大叔多日来的养育之恩。不愿接受现实的大叔急忙将他带到阳光下，想借助温暖的阳光给他取暖，希望奇迹会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小家伙还是没能挺住，永远告别了人世。大叔伤心的看着身体逐渐冰冷的小家伙，
内心非常自责自己没能照顾好他。可怜的小家伙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，就这样带着遗憾永远的离开了人间。回归理性的他决定要给小家伙一个体面的归宿，于是在自家后院挖了一个大坑，用美丽的鲜花为小家伙做了一床被褥。愿时光与花香伴随他童年，梦醒后不再如这般命运多舛。失去一只幼崽让大叔备受打击，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另一只体型瘦小的小家伙，不想他再重蹈兄弟的覆辙。小家伙在大叔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茁壮成长，之后浑身上下还长出了金黄的毛发。原来他们竟是一只可爱的小松鼠，而其中那只体格虚弱成功存活下来的小松鼠，现在更是将大叔当成了自己的爸爸，对大叔无比的依赖和亲昵。无论在家喝咖啡还是外出去理发，小家伙都一刻不离的赖在大叔身上。当大叔在家做饭的时候，他就开心的在大叔身上爬来爬去嬉戏玩闹，无论大叔走到哪，他就会跟到哪，时时刻刻都想黏在大叔的身边，不愿分开，妥妥的变成了一个粘人的小妖精，成为了大叔身上永远不会缺少的一个挂件，也让大叔体验了一把当父亲的感觉。望着小松鼠在自己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，大叔感到既欣慰又难过。他知道分别的时候即将到来，因为他明白这个小家伙并不属于这里，如果一直把他关在家里那就太自私了。为了让他们能更好的回归大自然生活，大叔决定在后院为他们建造一个大型居住场所，还专门模拟了野外环境，就是为了训练小松鼠们的独立生存能力。期间那只最黏大叔的小松鼠就一直跟在左右，大叔干活的时候都要在一旁监工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与最爱的老父亲分开。很快属于松鼠们的新住所便建造完成，接下来几只小松鼠要在这里单独生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他们完全掌握独自生存的能力。期间大叔每隔几天就会来看望他们一次，每当大叔来，那只粘人的小松鼠就开心的不行，兴奋的躺在地上打滚，朝大叔撒娇卖萌，希望大叔能留下来多陪陪自己。想到自己手把手拉扯大的小家伙即将回归自然，大叔的心中还是不免感到一阵失落，可毕竟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，纵有千般不舍，万般无奈，也要选择放手。祝愿他们今后能健康平安的生活下去，愿每个生命都会被温柔以待。小伙无意间发现养的宠物鸭天赋异禀，鸭子每天都会在家进行高强度的奔跑起来雷厉风行，都不带甩翅膀的，好像永远有着使不完的精力。它打小就喜欢跟着小伙身后跑，长大后家里空间有限，无法满足它的奔跑需求，于是小伙就带着它到院子里奔跑，然后又去了更广阔的外面。然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鸭子就像永远不知疲倦一样一直奔跑着，这让小伙内心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，竟然带着他去参加了全程42公里的马拉松，想要看看这小家伙是否能真的跑完全程。为了确保鸭子有足够的体力参加，小伙特意带着他去吃了一顿丰盛的麦当劳。吃饱喝足开始跑步之前，小伙还为鸭子做了一番赛前动员。看到他信心满满的模样后，于是便带着他前往比赛场地，并为他准备了一双定制的小红鞋，避免路程太长会磨破脚丫子。一只大白鸭的出现瞬间引来路人们的围观，无数小迷妹争先恐后的想要和小鸭鸭合影，就连执勤的交警都忍不住拍照留念，因为他们也是头一次看到一只鸭子来比赛的。尽管小鸭鸭非常可爱讨人喜欢，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它能跑完全程，毕竟全程足足有42公里，对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不易的挑战，更何况是一只大白鸭呢？但鸭子仍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它注视着那些热血激情的参赛者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快点开始比赛了。在和粉丝小迷妹们挨着打卡拍照后，此次的马拉松比赛终于拉开了帷幕，鸭子开始跟随队伍跑了起来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小伙就给它喝点水补充体力，期间也得到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关爱，给这只可爱的小鸭鸭提供一些矿泉水，也有一些人拉着小鸭子亲热拍照。作为这次比赛最特别的运动员，小鸭鸭理所当然有了诸多的特权，这让其他的参赛选手羡慕不已。但更多的是震惊自己的对手居然是一只大白鸭，不少参赛选手还都变成了小迷弟为他加油打气。就这样，鸭子一直奔跑了20多公里，从白天一直跑到了太阳下山。但此时他的体力似乎有点跟不上了，于是尝试扑腾着翅膀稳住身形继续奔跑。他不想就这样轻易放弃，让大家失望。小伙见状将他抱起来淋点水缓解疲劳，然后再三询问他还能不能坚持下去。鸭子再次加快速度奔跑了起来，用实际行动告诉主人自己不会轻易放弃，之后每隔10分钟就要给它补充一次水分。围观的群众纷纷为这只坚强的鸭子加油打气，鸭子振作精神，扑腾着翅膀加快速度。此时周围的一些参赛选手都已经精疲力竭，此刻也只能强撑着边走边跑，甚至有小部分人都已经打算放弃比赛。可当看到那只大白鸭还在苦苦坚持时，大家纷纷再次强行打起精神，毕竟有谁会愿意输给一只小鸭子呢？这是所有参赛选手都绝对无法接受的事。就这样一边跑一边补充水分，眼看着终点已经不足2公里的距离了，但此时鸭子的体能似乎快要到达极限，走起路来开始摇摇晃晃，步伐越来越慢。小伙告诉他终点就在眼前，再加把劲儿。志愿者和选手们纷纷都为他加油鼓励。此时沉重的双脚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，可
可小家伙依旧咬牙坚持着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的目标始终都是那根标注终点的红线。在补充完最后一次水分后，鸭子开始向终点发起了最后的冲刺，最后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来到了终点。全程42公里，从下午一直跑到了晚上。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大部分人都不认为一只鸭子能跑完全程，可事实证明它的确是做到了。这一刻大家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许多之前没跑完全程的人都非常感谢他，因为在这只鸭子的感染下，他们也坚持跑完了全程。他的坚持不懈和热爱的精神令人敬佩。此时小佛也为自己养的宠物而感到自豪，虽然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，但由于大白鸭的特殊表现，举办方还是特意为他颁发了一枚奖牌。小鸭子不停地张着嘴巴，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开心不已，最后还冲着采访镜头发表了一番获奖感言，在大家的欢呼中享受起这份胜利的喜悦。原来它是一只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流浪猫，但却比一般宠物猫过得还要幸福，因为它是所有学生们的猫学长，是老师们眼中可爱的留级生。它每天都会准时跟着同学们一起上课，每次猫咪都会认真听课，但听着听着眼睛就不争气的开始打架，反正也不用考试，索性闭上眼睛舒服的睡上一觉，赶在课堂上呼呼大睡还不被责罚，估计只有这个小家伙能做到了吧。一上午的课，小家伙决定趁休息时间出去放松一下。只见他来到电梯前，其他会有人帮他开门。猫咪走进电梯后，只是用眼神轻轻一扫，就会有学弟帮他按下想去的楼层。等电梯到了1楼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教学楼门口，等待学弟学妹为他开门，随后便无忧无虑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。学习了半天的他很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。待到午休时间结束后，猫咪又要开始继续上课了。可没想到他兜兜转转好几圈，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教室。抬头看了看课程表，才知道下午是音乐课。在猫咪溜达了20分钟后，终于找到了音乐课堂。可因为实在迟到了太久，小家伙被老师友善地请了出去。猫咪脸上满是愧疚，似乎希望老师可以网开一面。那么一只猫咪又是怎么出现在学校里的呢？并且还能得到全校师生的喜爱和照顾。在询问了很多人后，终于在一位小哥口中得知了猫咪的来历。原来就在几年前，小哥看见一位女士将猫咪遗弃在几公里外的街道上，然后开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小家伙满是悲伤，开始了流浪生活。阴差阳错之下，来到了几公里外的大学校区里。喵星人虽然遭遇了主人的遗弃，但它也因此得到了大家一致的疼爱。从那以后，猫咪就开始在学校流浪，每天坚持陪着同学们一起去教室上课。最后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，成为了学校里留级最久的学生，也从学弟混成所有同学们的学长。毛孩子虽然失去了固定的主人，但如今学校里所有爱他的人都是他的主人。希望小家伙在爱与温暖的陪伴下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争取早日成为一个猫博士。这只狐狸被渔网紧紧缠住，无法动弹。它不断的挣扎，却始终无力挣脱。就当狐狸陷入绝望，准备认命之时，一位善良的大爷发现了它，并伸出援手。大爷找来剪刀，试图解救被困的小狐狸，而小狐狸似乎也察觉到大爷并无恶意。在整个救援过程中，小狐狸都乖巧无比的配合着救援，很快在大爷的帮助下成功脱困。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重获自由的小狐狸并没有立即离开。大爷谨慎地拿着杆子，防备着他会抱起伤人。小狐狸在深深看了大爷一眼后，这才转身离开了这里。然而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几天后，一只狐狸突然鬼鬼祟祟地闯进大爷家后院，它在院子里不断徘徊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很快大爷就发现了这个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，只是一眼便认出他就是几天前救的那只小狐狸。老人们常说狐狸回头不是报仇就是报恩，很明显这只小狐狸属于后者。虽然大爷不明白小狐狸是如何找到他家的，但对于这个稀有客人的来访还是很开心，二话不说便拿了一些食物来招待他。起初小狐狸还警惕地和大爷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可就当大爷向他伸出手的那一刻，小家伙竟毫无防备地走向了大爷，并温柔地亲吻了大爷的手。通常狐狸都天性警惕，不喜欢接近人类，但这只狐狸的行为却明显违反了常态。他能如此信任大爷，在动物界非常罕见。大爷在放置好招待狐狸的食物后，便转身走远，保持安全距离，让小狐狸可以安心的享用美食。很快，一碗食物就被小狐狸狼吞虎咽炫了个精光，最后看了大爷一眼，才依依不舍转身离开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小狐狸又跑来了大爷家，而大爷再次准备了食物来招待他。自那以后，小狐狸隔三差五就来大爷家串门，大爷也每天都会提前准备一些食物给他。久而久之，小狐狸和大爷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大爷对这个有灵性的小可爱是越来越喜欢，经常会换着花样给他弄一些好吃的。饱餐一顿后，还会准备1颗公鸡蛋给他补充营养。小狐狸哪里见过这么好吃的食物，虽然他非常想吃，但还是小心翼翼去接大爷手中的食物，生怕自己锋利的牙齿会不小心伤到大爷。随后满心欢喜地叼着鸡蛋屁颠屁颠离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狐狸越来越习惯来家里找大爷，几乎每天都要来大爷家一次，还和大爷家养的狗狗成为了好朋友。
每次来都会先和大黑狗打声招呼，有时候来早了大爷不在家，就坐在院子里乖乖等大爷回家。门口的粉色洞洞鞋是他最喜欢的玩具，每次等待期间就自己玩得不亦乐乎。回家的大爷宠溺地拿出一大块鸡腿补偿他等待多时。有了小狐狸的存在后，让常年独居生活的老人多了许多乐趣。自从老伴去世后，大爷一直非常孤独。不过现在的他有了新的牵挂和期盼，每天都会准备好美食等待小狐狸的到来。他为自己当初救下小狐狸而感到庆幸，而小狐狸给他的回报就是无价的陪伴。有一段时间，小狐狸接连好几天都没来，那几天大爷每天都心神不宁，担心小狐狸在野外会出意外。终于一天晚上，小狐狸一瘸一拐的回来了，那满身的伤痕可把大爷给心疼坏了。这也让他意识到小狐狸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非常害怕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朋友，随后便找了个笼子把小狐狸引了进去，说什么都不肯再让他独自离开，打算把他关在家中治疗休养几天。经过此次事件后，小狐狸对大爷是越发的信任，已经敢跑进大爷的房子里溜达了，更是化身成为粘人的小妖精，每天黏着大爷。当大爷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，小狐狸就会偷偷摸摸的来到厨房门口，好奇的打量着大爷又做了什么好吃的食物。当大爷发现门口的小馋虫时，总会微笑着宠溺的递上一块鲜美的肉。此时小狐狸就开心的叼着食物来到客厅慢慢享用，从不会打扰大爷的忙碌。如此懂事乖巧的狐狸让大爷爱不释手。如今小家伙已经很少离开大爷家，他现在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因此大爷在客厅里为他准备了一个专属小窝。无论何时，无论多晚，这里永远会为小狐狸留一盏温暖的灯。大爷会经常抽出时间在院子里陪他玩耍，甚至还专门买了相机为小家伙拍照记录。小狐狸也非常配合大爷，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对着镜头展示他的可爱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。小狐狸会摆出各种姿势，方便大爷拍下一张张美照，这画面是那么的温馨有爱且不可思议。如今大爷和小狐狸更像是分不开的家人，因为小狐狸的陪伴，让老人的晚年生活不再那么孤独无趣，这是小家伙变相的报恩方式。怪不得人们都说狐狸通人性呢，没想到小小的狐狸也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。只要你对他有所善意，他就会一直铭记于心，甚至会想方设法去报答这段恩情。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呀。这位小哥往自家鱼池投放了几十条孔雀鱼，可没想到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整个鱼池就被密密麻麻的孔雀鱼大军占满，大大小小加起来估计已经有上万条了。小哥起初也只是想养点孔雀鱼作为观赏，万万没想到却意外实现了养鱼自由。然而这还并不是孔雀鱼大军的极限，孔雀鱼以其尾巴像孔雀开屏而得名。由于原生的孔雀鱼拥有多种的色彩花样，所以也被大家称为彩虹鱼，从而成为流行的水族观赏鱼之一。不过除了引人注目的外观，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也是特点之一。孔雀鱼繁殖不受季节的限制，即使在冬季也能正常生产。如果在繁殖周期环境允许的条件下，约1个月可以繁殖一次，且每次可产食到120条尾子鱼，年产仔量是相当可观，因此也有百万鱼之称。而小鱼在养殖3到4个月之后，就具备生殖能力，可以再繁殖下一代。虽然它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2-3年，但也架不住这恐怖无比的繁殖速度啊！按照这种情况继续繁殖下去的话，孔雀鱼的数量还会成倍增长，要不了多久小哥就可以改行去卖鱼了。不过想要养活这么多孔雀鱼也不是件轻松的事，小哥这边刚捣鼓了点饲料丢进水池里，密密麻麻的孔雀鱼大军就争先恐后游了过来，拼命的互相争抢食物。仅仅几秒钟的时间，饲料就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渣都没有剩下。吃饱喝足后，继续在水池里游来游去。随着孔雀鱼数量的日益激增，环境卫生方面就需要更加的重视了。小哥可谓是一门心思全扑在了他们身上，每天都要抽出大量时间清理水池里的浮萍。然而由于孔雀鱼数量实在太过庞大，每次小哥都需要特别的小心谨慎，因为很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把孔雀鱼抓出来。做完一切，又到了投喂的时间。好在孔雀鱼的食谱比较广泛，这也让小哥轻松了许多。不管家里有什么食物，只要孔雀鱼能吃，就一股脑的丢进去。但是其他养鱼人务必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喂鱼不能多喂，不然不仅会很容易让鱼胀死，还有可能会导致鱼池坏水。不过小哥这个鱼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种事了，就算他大胆的丢进去1斤大馒头也不用怕。这么多孔雀鱼几分钟之内就能给吃光抹净，甚至有一些鱼还可能没吃饱肚子。为了保障水质稳定，小哥每隔2-3天就会给鱼池抽底换水一次。如果鱼池长时间得不到保障，这一池的孔雀鱼数量虽多，也可能说没就没。尽管小哥已经够勤快且谨慎了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这天小哥在浮萍边发现了一条翻肚子的孔雀鱼，之后又陆续在鱼池里找到了几条死去的鱼儿。很显然它们的生活环境受到了污染，这对于真正爱鱼的人来说是个极其不好的信号。如果小哥选择放任不管的话，或许要不了几天，整个鱼池里的孔雀鱼就会全军覆没，那样子可就是真的太悲剧了。那么小哥接下来又会如何应对呢？只见小哥买来了2包海盐还有甲硝唑片，又拿来一根水管替换掉30%的新水进去，将适量的海盐均匀的撒进鱼池里。
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起到杀菌消炎、预防和治疗鱼儿的皮肤病，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稳定水质。不过海盐的量要控制适度，不然会起到反作用。随后小哥将甲硝唑泡水搅匀，倒进水池里，它的作用是治疗鱼儿消化不良，还有寄生虫和肠炎等一些传染疾病。这一切全部弄完之后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几天小哥依旧发现有死去的孔雀鱼，期间小哥继续给鱼池更换一部分的新水，再继续上一次的步骤投放海盐和甲硝唑。终于一段时间过后，孔雀鱼的状态又恢复了从前那般活跃，再也没有出现生病死亡的鱼儿了。它们不仅没有因为之前的原因而减少，反而孔雀鱼大军数量又再一次的增加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哥也十分欣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之后小哥变得更加勤快起来，不仅每天换着法子给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食物，还将换水频率由原先的3天一次改为2天一次。小哥起初只是想养一些鱼观赏愉悦心情，万万没想到却让自己变得更加勤快。平时疏于锻炼的他因此锻炼了身体，甚至还培养了自己的耐心，有效地释放了一些生活上的压力，同时提高了家里的空气质量。真不知道他养鱼观赏的计划是算成功还是失败呢？不过到最后我还是没看出来，小哥养的这批孔雀鱼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？